独立制作人到底能独立到什么程度？嗨，大家好，我是天乐。我的新专辑也是我的处女专辑《寻找三元素》已经在全网上线了，欢迎大家去收听。你可以在任何的流媒体平台上找到它。这张专辑我承揽了作曲、编曲、混音、母带，然后包括视觉制作、封面设计这些工作和内容，让大家看一下一个独立制作人到底他妈能独立到什么程度。然后做这个视频想跟大家聊一下我做这张专辑的心路历程。这张专辑一共有9首歌，然后是一个偏氛围的电子专辑。这张专辑是我对音乐制作的理解，或者说是我对创作的一些总结。然后它叫寻找三元素嘛。然后我现在对创作就是有3个要素要达到，然后一个是稳定，然后一个是情绪，然后还有是表达。在这张专辑里有好几首歌都有大量的人声采样。其中有一少部分是我自己的声音，然后其中大部分的采样是我之前在拍纪录片的时候，然后录的一个名叫干壳，是北方的一种独特的曲艺形式，很有意思。然后当时我就录下来了，然后放到了这张专辑里。大花儿，花婆儿，下了车个到处就那个花儿，下了野我的冷冷淡，我出去我的哈哈儿。像其中《逛会》这首歌，我就是直接把那个采样直接铺了上去，也没做什么调制，就是简单的上了一下效果器。然后在混音的时候，这个部分是让我最痛苦的地方，因为录的时候它本身没有那么干净，然后有很多串音的问题。混的时候真是用尽了毕生功力，然后先是用那个 RX9，然后进行了音频修复，上了无数的动态 EQ，各种压缩。其实到最后也没有特别干净，只是它那些杂音被淹在那个整个的声音里边，就还能接受。就现在想起来也挺痛苦的，就是我混音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处理这个人声采样的修复过程。像《大庙》和《花开富贵》这2首歌里边，我是把那个声音做了声音设计处理。原本它的声音是这样的：日落着西山上河边悠悠，两口子烧草就打河头。就本身他唱的这个东西特别平，然后我就上了一系列的效果器，然后调制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花开富贵里边也差不多情况，原本的声音是这样。说来就个事，得来就个事，什么开花就是落实，石头开花就是落实嘛，那是落实哎。说来就个事。处理手法都差不多，就是最核心的用的那个效果器就是 Spectrum 那个 Raster， 这个效果器可以接收 MIDI 音符，然后它就会把这段声音根据我写的 MIDI 音符来调制，其实非常类似于 Vocoder 的那个处理方式。然后这9首歌我每一首都单独的做了视觉。然后用的插件是那个 Video Synth， 一个 Max for Life 的组件，是我去年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做视觉的插件。它可以运行在 Ableton Live 里，它有一些效果器和一些发声器，是一套东西，然后是一个特别强大的软件。如果你会 Ableton Live， 这个 Video Synth 其实本质上没有特别难，就是你可以简单的为自己的歌去做一些视觉。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想了解这个插件，可以留言。然后我会出几期这个 Video Synth 的介绍和技术分享。反正去年1年吧，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这张专辑。在春节之前，然后把这张专辑和视觉都做完了，然后在北京的声音艺术博物馆的分享吧，放了一次。然后那场演出除了新专辑的9首歌，然后还有3首之前的歌，我重新编了一下，然后一共那场演出演了13首歌吧。
然后演出回放我会在这2天传到我的频道，然后想看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总之做音乐3年，然后做了一张专辑出来。其实创作的过程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有一段时期是特别痛苦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是21年开始学做音乐，然后当时是报的梁欢老师的那个 HME 的课程，最近第4届也在招生，然后有兴趣想学的或者想了解的，可以去 Ham Records 的频道和微博去获取相关信息。反正从学到现在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然后这期间发了7首单曲吧，其中有几首是单曲，然后有几首是我做短片的原声带。反正这3年的创作经历就是有起有伏，有挺长一段时间陷入在那种困境里，就是你写不出东西，然后写出东西就想删，然后好几次的怀疑说我是不是个傻逼，然后我是不是干不了这个。但是好在我后来的心态调节的比较好，就是也一直没有放弃做音乐这个事儿。其实这3年的时间我写了不下40首歌，然后在做这张专辑之前我其实已经写过3张专辑，但是都放弃了，因为过不了自己这关，然后不断的写，不断的删，然后就丢到硬盘里，然后再重新写下一首，就持续这么这个过程。然后我以前是无限的陷入那种修改的步骤里，就写一个东西或者调一个音色出来，然后越听越不对，然后就开始回去改，然后就无限次的改，无限次的改，然后最后改到所有东西都不好听，然后这首歌就放弃。我是放弃了30多首歌，快40首歌。然后才把这个心态转过来，就是不好听就删，就是没什么，我可以一会儿可以调一个更好的，然后我一会儿可以写一个更好的出来。然后我后来跟几个制作人朋友聊，然后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困扰，就是大家都觉得，哎呀，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写出来的旋律，好不容易调出来的音色，我不舍得。但其实这个不好，比如说一段旋律，一个 pattern 我写的不好，我就听几遍，如果觉得不好听，我就立马删掉了。包括音色也一样，你调一个音色出来，然后不好听，然后上各种效果器去遮丑，然后效果器摞这么长，就反而证明了它本身是不够好的。就是你做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一轨该删掉了，这个音色该删掉了，因为你修改的时间远远要比你重新做一个要花的久，反而不如你删掉，你重新写一个，然后它来得更快。然后因为你有之前调过这个音色的经验，然后你的想法和逻辑也会比之前更清晰。如果真的写不出来，我觉得那就放一放，因为你不删就会永远盯着这些素材去做无用功，就你还不如去重新开始，然后其实这样更快，就你可以写出更好的，然后也可以调出更好的音色，调出更好的效果，就是删吧。反正就是我自己的总结，就是删。然后这个删字非常重要，因为你改的越多，听得越久，你就会丧失判断力，不如删掉，然后重置一下你的耳朵和大脑，不要犹豫，一犹豫就会陷入到修改，说我是不是可以改得更好啊？你改不出来的，你只有删掉重做是最好的选择。就是我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创作最让我兴奋的那段时间，是白天一直到晚上，然后都在创作，在编曲啊，在混音啊，然后到睡觉的时候，然后脑子里就会有一些想法，说这首歌是不是可以尝试这样，就包括那些人声采样，其实我之前是没有打算用到这张专辑里的，是有一天突然有个想法说，哎，我是不是可以把那些东西融进去，因为它那些东西我录完了放着也是放着。然后我就第2天就开始尝试，然后一尝试发现，哎，效果不错，就是每天都有这种新的想法进来，就你整个创作过程，就那段时间是非常有快感，你每天都会有一个新的想法，说我可不可以这样，我可不可以那样，然后第2天到电脑跟前，然后去尝试，然后发现说这样尝试没有问题，这个想法没有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内，你每天都有这种大量的这种灵感和创作欲，就整个这个过程是创作非常幸福的地方。包括最后做混音和母带的时候也是这样，然后混的时候说，哎，我明天的侧链压缩应该怎么用？我明天的这个混音的步骤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有这个想法之后，然后第2天去实验，然后发现它真的比之前更好了，然后你就会特别兴奋，就这个事儿非常快乐。然后最后再聊一下这个频道的事儿。然后从去年开始，我在做 YouTube 和 B 站的这2个频道，然后也没什么起色。
确实也没什么人看。然后有关注的朋友也知道，我开始是做实验影像和那个配乐的技术分享。他妈的，他妈的！好长时间没有更新这个系列了，非常惭愧，没有放弃，只是之前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这张专辑，也确实没有更好的想法和表达，然后 B 站这个频道期间改过很多次的这个名字，然后如果对大家产生了困扰和反感，十分抱歉，也不知道哪个狗日的规定，这个站里只能有一个 ID。然后后来又开始做乐队和音乐家的编年史。做这个的目的，一个是因为市面上确实没有好的这种乐队的和音乐人的介绍，包括流媒体啊、百度百科啊、维基百科这种就是乱七八糟。你去网易云搜一下贝多芬的专辑列表，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第二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学习机会，可以去看一下这些乐队音乐人们的历史。然后听一下他们专辑的风格转变，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接下来也会尝试去做一点其他类型的内容，目前有一些想法，然后也正在做。总之，谢谢大家关注，然后也感谢大家去收听我的新专辑《寻找三元素》，然后谢谢大家。好，那就这样。